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与司凤，仙侠剧中永不褪色的白月光。程毅与司凤，仙侠剧中永不褪色的白月光。仙侠剧中，程毅饰演的与司凤如一轮皎洁明月，高悬于无数观众心间，成为难以超越的白月光典范。2025年琉璃横空出世，这只金翅鸟以时势深情叩击观众心扉。4年过去，其光芒非但未减，反而在时光淬炼下愈发清辉夺目。本文将深入解析与司凤这一角色为何能成为观众心中永恒的白月光，以及程毅如何通过精湛演技赋予这个角色不朽的灵魂。谪仙之姿，视觉与气质的白月光意象，初见与司凤便是一场视觉的洗礼。程毅以一袭白衣亮相，身姿挺拔如雪中青松，衣袂飘飘间尽显仙家气度。他的面容并非当下流行的精致完美，却因那份独特的清冷气质而格外抓人眼神，清澈如高山融雪，嘴角微扬时又似春风拂面。这种矛盾而和谐的特质造就了令人过目难忘的视觉记忆。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程毅对演技的掌控，无论是初遇玄机时眼中闪过的惊艳与好奇，或是时世轮回里那始终不变的深情凝视，他的眼睛仿佛会说话，将司凤内心最细微的情感波动精准传达。当剧情发展到情人咒发作时，程毅仅用眼神就演绎出从克制到崩溃的全过程，瞳孔微颤，目光渐散，最后定格为一片破碎的绝望。这种无需言语的表演堪称破碎感美学的巅峰呈现。服装造型的精心设计进一步强化了白月光意象。黎泽宫少主的服饰以素雅白色为基调，配以浅金纹饰，既显高贵又不失少年气。当司凤执剑立于月下，衣袍随动作翩跹，宛如一幅动态的水墨画，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以形写神发挥到极致。这种视觉上的纯净感与角色内在的纯粹品格相得益彰，奠定了白月光的形象基础。时世情深，白月光的核心魅力。与司凤之所以能超越普通荧幕形象，成为观众心尖上的白月光，关键在于那跨越时生时世的极致深情。每一世，他都义无反顾地爱上同一个灵魂，哪怕结局注定是悲剧。每一世，他都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对方，毫无怨言。我用十世真情，只为焐热一颗琉璃心，这句台词精准概括了司凤式爱情的本质。与许多仙侠男主不同，司凤的深情并非占有式的霸道，而是默默守护的温柔。他尊重玄机的60残缺，耐心等待他逐渐感知世界，理解情感。面对误会与伤害，他选择独自承受，而非责怪对方。我做事没有值不值的，只有情不情愿。这种无条件的爱超越了世俗算计，达到了近乎神性的高度。正是这种不掺杂质的纯粹，让观众在 cynical 的现代社会中重新相信了爱情的可能性。特别打动人心的是司凤爱情观中的成长轨迹，从第一世青涩懵懂的情窦初开，到第10世历经沧桑后的成熟坚定，程毅通过细腻的表情变化和肢体语言，展现了角色如何在保持初心的同时，逐渐加深对爱的理解。当第10世的司凤说出执一人之手，做3餐粥饭，则一城终老这样朴实无华的告白时，观众感受到的不是仙侠剧常见的浮夸浪漫，而是历经磨难后的生活智慧，神性与人性的完美平衡。与司凤作为白月光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完美平衡了天界神性与人间烟火气。身为金翅鸟西旋转世，他肩负着度化战神利器，以平息3界动荡的使命。这种崇高的神性使命，赋予角色超越个人的宏大格局。程毅在处理这部分特质时，没有流于表面化的圣人表演，
而是通过眼神中的坚定与行动上的无私，让观众自然感受到角色内在的神圣感。与此同时，司凤又充满鲜活的人性温度。她会因玄机的靠近而耳尖泛红，会因误会而痛苦买醉，会在受伤时流露出脆弱一面。这种神性与人性的交织，在魔域大婚这场戏中体现得尤为精彩。身着婚服的司凤既要维持天界使者的庄重，又无法掩饰对玄机的深情与对局势的忧虑。程毅通过微妙的语气变化和表情控制，将这种复杂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司凤的成长弧光也是角色立体的关键。从最初单纯为爱付出的少年，到最后理解我已心许苍生，也当允你圆满的责任担当，观众见证了一个白月光角色如何在不失本真的前提下实现精神境界的升华。这种成长不是突兀的转变，而是通过久世记忆的累积和现世经历的打磨自然形成的。程毅的表演让每个阶段的过渡都显得真实可信。程毅的演技赋予白月光灵魂。与司凤能成为现象级白月光，程毅的演技功不可没。他不仅精准把握了角色各个阶段的心理状态，更通过独创性的细节处理，让纸面上的角色活了起来。那些被观众津津乐道的名场面，簪花比武时的温柔坚定，情人咒发作时的痛苦挣扎，大婚时的悲喜交加，无不体现着程毅对角色深刻的理解和惊人的表现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程毅对身体语言的运用。出身武术世家的他将扎实的功底融入表演，无论是直剑对敌的潇洒利落，还是受伤倒地的脆弱美感，每个动作都既有力量又有仙气。在众多打戏中，程毅坚持亲自上阵，绿幕表演与最终效果高度一致。这种专业态度保证了角色武戏部分的观赏性，也为白月光形象增添了英武的一面。台词处理上，程毅避开了仙侠剧常见的夸张朗诵式表演，采用生活化的说话方式，却在关键情感点爆发惊人感染力。玄机，我等你很久了，这样简单的告白，他通过微微颤抖的声线和湿润的眼神，传递出千年等待的重量。而当说出做人太难了，而你是让我心甘情愿的人这样的台词时，他又以疲惫中带着甜蜜的语气，准确击中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文化共鸣，白月光背后的集体心理。与司凤成为持久不衰的白月光现象，深层反映了当代观众的心理渴求。在节奏飞快、关系脆弱的现代社会，司凤时事不变的执着宛如一剂精神良药，满足了人们对永恒真心的向往。他的爱不计得失，不惧时间，正是物质主义时代最为稀缺的情感品质。这个角色也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情深不寿的审美范式。从《牡丹亭》到《红楼梦》，中国文化历来推崇那些为情所困、为爱牺牲的形象。司凤前9世皆以悲剧收场，却始终不改初心。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美，与《梁祝》化蝶的古典浪漫一脉相承。程毅的表演恰好抓住了这种文化基因，将古典审美与现代叙事完美结合。从性别视角看，司凤打破了性别刻板印象。她强大却不强势，温柔而不软弱，既有保护爱人的能力，又有示弱求助的勇气。这种刚柔并济的特质，让男性观众找到理想自我的投射，女性观众则看到了理想伴侣的模板。程毅自然而不做作的演绎，让这种平衡显得真实可信，而非人为设计。永不西沉的白月光，4年光阴流转，琉璃热潮虽退，与司凤这轮白月光却永远悬挂在无数观众的情感夜空。程毅用灵魂演绎的这个角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荧幕形象，成为某种情感理想的化身。关于执着，关于纯粹，关于爱的最高形式。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白月光。它提醒我们，最深情的守候终将获得回应，
最纯粹的付出本身就是意义。正如剧中司凤最终焐热了那颗琉璃心，程毅也用他的与司凤温暖了现实中无数渴望真爱的心灵。这只金翅鸟的传奇仍在继续，每当有观众重温琉璃，司凤就会再次展开羽翼，带着那份实世不变的深情，飞入又一个人的心田，成为专属于他们的永不褪色的白月光。